日本核污水排海进入第6天，根据东电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核污水排放总量已破1000吨，引发国际社会持续担忧。然而，日本政府却在此时和日本媒体一唱一和，炒作所谓中国民众的抗议行动，以转移舆论焦点。对此，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回应表示，中方一贯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强烈敦促日方正视各方合理关切，停止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福岛第1核电站核污水开始排海后，不仅多国民间团体表示强烈抗议，日本国内尤其是福岛工程茨城县居民的反对声不断，甚至着手向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东电，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約束はないんです。約束したのは全部保護にしちゃう。約束を破るのが当たり前なんです。漁民の人たちの反対がある限りは、納得いくまでには絶対放出しないと言ってたの。そんなのは何もない。残念なことに。与此同时，日本每日新闻称，根据最新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再次下滑，跌至26%，不支持率升至68%，较上月增加3个百分点。每日新闻警告，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连续2个月低于30%，意味着滑落到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将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即便是去年底岸田内阁深陷各种丑闻时，支持率尚且还有35%。民调更显示，日本主流民意质疑核污水排海决策解释不足。日报引述这份最新调查称，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有关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的解释不充分，大幅高于认为充分的26%。日本反对党日共书记局长小池晃28号呼吁日本政府停止处理水排海，并尽快与中国政府展开磋商，以解决中国国内抗议加剧的问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岸田政府不仅没有反思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正面回应国内担忧日本渔业声誉受损的声音，停止排污入海的错误行径，反而倒打一耙，指挥日本媒体转移舆论焦点。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方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后，即便是美西方主流媒体都对日本国内反应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报道。They say with the dilution, the fact that it's in the ocean,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are going to be well below safety standards. That does very little to reassure people here in Fukushima,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region. Those who we've managed to speak to are really worried. They say, we've suffered a great deal of reputational damage. Releasing the water is raising economic concerns too, with the fisheries industry here worried Japan's image may never recover. 但日本民众的忧虑却被日本主流媒体消音。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等多家日媒连日来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反日情绪进一步升高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报道称，核污染水排海后，日本国内收到了很多抗议电话，赴日团队游也纷纷遭遇退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8号召开记者会，与日本媒体一唱一和，声称中国民众对排污入海反应强烈，甚至出现骚扰性的反日行为。他还颠倒黑白，宣称中方不应将日本排污的水称为核污染水。借所谓骚扰事件，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当天还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表达极度遗憾和关切。吴江浩对此严正指出，中方将继续依法保障日本驻华使领馆安全和在华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日方应正确引导舆论，停止渲染炒作，不要试图转移事件焦点，掩盖自身排海错误行为。吴江浩还表示，近日中国驻日使领馆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对使领馆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干扰。中方敦促日方依法处置，切实保障中国驻日使领馆、在日机构、企业、公民和来日中国游客的人身安全。针对日方炒作骚扰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一连2天进行回应。他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一贯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引发各国人民强烈愤慨，这是导致当前局面的根源所在。如果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是基于科学，为何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至今仍难以平息？针对日方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错误行径，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权利、有责任
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除了借所谓骚扰事件给中方施压，日本政府官员还轮番上阵，要求中方取消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倒打一耙称，这些进口限制措施不基于科学依据。日本外相林芳正经济安全相高市早苗29号对媒体扬言，如果通过外交途径与中方交涉无效，日方将通过世贸组织框架等多种途径对中国水产品禁令采取所谓必要行动。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应约会见日本外务省官员时，也就此事阐明中方立场。他表示，日方应当认识到排海行为引发中国民众极大愤慨，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不仅现实存在，而且十分强烈。中国海洋产业也面临蒙受经济损失的巨大风险。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所当然要回应人民群众强烈关切，有权利有责任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应对措施，维护海洋环境安全，维护中国民众健康。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日方在对华抗议上使出了最大音量，但改变不了铁的事实。现在向太平洋排毒造成空前生态环境风险和隐患的是日本，不是别人。被认为有着典型耻感文化的日本，不仅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毫无愧疚之心，甚至要求别人接受它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洋生态污染事件，不能反应过度。这到底是谁伪善，谁双标？社评还强调，我们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反对的是做出此项极不负责任决定的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不存在对日本国民的敌意。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排污入海的危害心知肚明，但仍坚决付诸行动，背后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撑腰。日方声称排海举措受到美国等肯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核污染水排海事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绝非日本一家的私事，也不是个别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开绿灯就可以畅行无阻。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不知道除了美国之外，日方还能公开点出哪个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国家的名字？公开支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国家没有几个，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日本国内众多民众，都对排海持批评和反对态度。讽刺的是，虽然美国坚称支持日本核污排海，并在2年前就宣称撤销了对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摆出一副对日本产品来者不拒的欢迎姿态，但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多的国家，并且主要减少的3种食品日本酒、鱼糜、扇贝，后两者的主产地均涉及核污染水排放影响区域。美国食药监局当时还特意强调，由于与辐射和核污染有关的公共卫生问题，已加强对日本管制产品的监视。与美国政府相似，同样在日本排污入海的问题上上演政治秀的，还有韩国尹锡悦政府。28号，为了给本土海产品的安全性背书，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总理韩德洙以共进午餐的形式高调举行美洲例会，一起吃了海鲜等菜肴。根据韩媒发布的视频，总统室员工食堂当天也供应了比目鱼、石斑鱼等生鱼片拼盘，以及烤青花鱼等海鲜餐食。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安敏熙认为这是作秀，嘲讽道：“干脆把核污染水运到总统府，当作总统府的饮用水好了。”与韩国总统府高调举行海鲜例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水产市场的冷清。在韩国釜山最著名的海鲜市场札嘎奇市场，除了卖水产品的商人外，很难找到用餐的顾客。最新民调显示，近80%韩国人担忧日本的核污水排海将污染海洋和海产品。마른 거 사러 왔어, 마른 거. 지금 젖은 건 안 사고 마른 거. 젖은 건 아직 내가 먹기가 그래서. 그래요. 저도 한 상인으로서 그저께 당구장에 오셔서 하시는 말씀 더 번지기 전에 조금이라도 더 먹자 그렇게 말씀해 주시는데 어떻게 돌이켜보면 고마운 말씀이기도 하고 안 되는 걸 생각하면 가슴이 미어지고 참 만감이 교차하고 있습니다.